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查理斯木，让我们聊聊美股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1月28日盘后，美股三巨头微软、Meta、特斯拉分别发布了2025年 Q4财报和26年展望，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第二天开盘，CI 投资组合第一重仓的 Meta 平地起惊雷，逆势暴涨15%，股价从$670直冲$740。然而，老大哥微软却遭遇了冰火两重天，因为 Azure 云服务的业绩和 OpenAI 深度绑定，MSFT 的股票竟然被华尔街砸盘甩卖，从$480一度跌到421，单日暴跌12%。微软上一次出现12%以上的单日跌幅，还要追溯到6年前的2020年3月16日，新冠疫情导致美股熔断的特殊时刻。而再上一次 MSFT 暴跌，还要追溯到25年前的2000年4月24日，互联网泡沫破裂，叠加美国政府的反垄断审查引发的15.6%的崩盘。那么，查理接下来要不要质疑 Meta 抄底微软？特斯拉有没有到买点？别着急，咱们慢慢聊。不知道您怎么看？反正查理认为，扎克伯格最近变得更 man，更有男人味儿了。Meta 在最近的 Q4财报中，营收和 EPS 每股收益都远超华尔街分析师的预期。和前3个月前，小扎因为 AI 资本支出超支，导致 Meta 的股价从$750崩到585，刚好相反。这次投资者突然改了主意，他们认为 Meta 是和谷歌一样，少数能证明 AI 投资已经开始带来真金白银的公司。它的 AI 驱动的广告工具和 Reels 视频推荐显著提升了转化率。其实查理早在去年10月3日刚建仓买 Meta 股票的时候，就专门做过一期节目，介绍他如何通过高精度的 AI 推荐，让 WhatsApp、Instagram 等王牌应用能够赚取更高的广告费。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应该把做 Meta 节目的时间线再拖后一个季度就完美了。开个玩笑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华尔街啥时候开始炒作一个趋势，只能够耐心等待它炒到你买的股票的那一天。如果我们看 Meta 的财报，会发现它的业绩大幅提升，原动力还是来自 AI 主导的广告业务。总营收达到$599亿，同比大涨24%，高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584亿。EPS 达到了$8.88，比去年同期涨了11%，也超过了8.19到$8.22的预期范围。Meta 的 Facebook、Instagram 和 WhatsApp 依然是主要的现金奶牛，它的日活用户数达到了每个月35.8亿人次，同比增长7%。要知道，全世界也就83亿的总人口，而使用 Meta 社交软件的用户居然达到了43%，这个覆盖率简直惊人啊！更重要的是，得益于 AI 推荐算法的升级，Meta 的广告展示次数上涨了18%，单条广告的均价也上涨了6%。正如查理在去年10月初预测的，Meta 之前一直没有靠 WhatsApp 来赚钱。然而，从12月开始，Meta 正式启动了 WhatsApp 软件的货币化，它的付费消息业务以及 Click to Message 点击跳转对话广告，在美国的收入暴涨50%。当然，Meta 的吸金能力从来都不是问题。上次华尔街砸盘 Meta 的股票，用的借口是它的 AI 资本支出太夸张，小扎花钱大手大脚。对此，Meta 的创始人兼 CEO 马克·扎克伯格表示，2026年公司向个人超级智能 （Personal Intelligence） 战略转型，花一点钱那是必须的。Meta 预计今年的资本支出将在1150亿至1350亿美元之间，比2025年上涨60%，主要用于 AI 数据中心和 Meta 超级智能实验室。简单来说，小扎将继续砸钱在建设 AI 云计算的机房，买 GPU 芯片，以及花重金去挖谷歌、OpenAI 和 xAI 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工程师的墙角，让他们去 Meta 上班。有朋友就担心，问查理：Meta 花钱如此大手大脚，华尔街会不会又砸盘做空它的股票呢？对此，我的回答也很明确：别担心，看看谷歌去年的狂飙就知道，肯定不会的。这是因为经过3个月低位的砸盘、震荡和洗盘，机构主力已经在580到650美元这个宽幅区间吸够了足够的 Meta 筹码。现在就和去年9月份的谷歌一样，轮到 pump Meta 股价的时候了。
更关键的是，Meta 今年的 EPS 增速高达27.5%，是标普平均增速的2.3倍。就算我们按照20到30倍前瞻 P 来计算，Meta 股价在2026年的交易范围可以跑到接近$900，而现在 Meta 才刚刚反弹到$740附近，还有差不多20%的上涨空间可以炒。而且 Meta 公司的市值只有1.8万亿美元，还不到谷歌的一半。把 Meta 股票炒起来所需要的资金量，要远比推升英伟达、苹果甚至亚马逊要来得更轻松愉快。因此，如果您已经买入了 Meta 的股票，就坐稳扶好即可。至少它短期内冲破750这个阻力位，上看790的前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不需要担心华尔街现在砸盘 Meta，因为去年11月他们已经完成了砸盘这个动作。那接下来就是 Pump and Dump 的前半段，炒高 Meta 股价啦。我们散户投资者最好的操作就是按兵不动，等着机构给咱们抬轿子。蹭蹭蹭的看着账户涨钱，不是很完美吗？众所周知，查理的 CLI 投资系统自古以来就重仓了 Meta 的股票。昨天在被套了3个月之后，我们终于实现了扭亏为盈。Finally，可以看到 Meta 已经有超过5%的浮盈，而美图秀秀 Meta 更是有超过30%的惊人回报。在期权投机层面，查理在周一先止盈了大部分 Meta 的 Leap Call 远期看涨期权，留了2张行权价很低的 Meta 的 Call Options。那到了1月29日，这2个 Call Options 已经有超过60%的利润。我也是昨天刚刚止盈了所有 Meta 的看涨期权，在1个月内小赚了一笔，感谢扎克伯格。好，聊完了憋了3个月才爆发的 Meta，我们再来看看最近又被华尔街盯上的科技巨头微软。虽然微软的财报表现其实也和 Meta 差不了太多，非常的优秀，在营收和利润方面也是双双超出分析师的预期，但资本市场这次表现的却极为挑剔。核心原因还是微软的 Azure 云服务虽然年增速高达39%，但是有45%比例的合同来源于同一家公司 OpenAI。我们在11月10日的节目中有专题介绍 OpenAI 这家独角兽。虽然它的 ChatGPT 模型非常的王炸，但是公司本身背负了接近1万亿美元的债务，投资者非常担心，如果 OpenAI 还不起钱，在2027年或者未来债务暴雷，那么和它有深度合作的甲骨文、AMD、英伟达以及我们的主角微软，他们现在的亮眼业绩就要大打折扣啦，因为 OpenAI 可能根本付不起你的高昂云计算的费用了。那经过29日的单日暴跌 ，MSFT 股票已经从去年10月份的高点$542向下滑落了21%。在过去12个月，微软的股价非但没涨，反而还净亏损4%，太夸张了吧？其实啊，朋友们都别觉得反常，因为我们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自从2020年新冠疫情以来，全球政府和中央银行大放水，举债刺激经济，再叠加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历史已经悄悄地走到了下一个转折点，和1930到1940年代很类似。随着美元霸权的衰弱，法币的加速贬值，美股市场的波动也会愈演愈烈。不管你是龙头股苹果、谷歌，还是弄潮儿特斯拉、英伟达，每家公司都会在某个时刻迎来股价的闪崩。周二我们不就刚见证了联合健康 UNH 单日暴跌20%吗？周四就轮到微软了，对，就这么迅猛。好，我们来简单过一下巨印的财报。本季度微软总营收达到813亿美元，同比增长17%，得益于对 OpenAI 投资的会计处理变更，它的 GAAP EPS 净利润暴涨60%。与 OpenAI 签订的高达2500亿美元的长期合同，让微软赢 Azure 的积压订单翻倍。然而，华尔街很不爽的是，微软本季度狂砸375亿美元买显卡盖 AI 数据中心。这个支出激增了66%，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太重，微软的毛利率下降到了68%，创下3年的新低。CEO 纳德拉在财报会议上透露，MSFT 本期新增了1吉瓦的产能，甚至连自研的 Maya 200芯片都用上了，但依然无法满足市场对于 AI 的疯狂需求。华尔街就和去年担心 Meta 一样，现在又担心微软从稳定的现金奶牛变成一台不断吃进资金却无法立刻吐出翻倍利润的碎钞机。然而，查理的 CL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对 MSFT 股票还是相当的看好的，
因为就算微软的资本支出扩大，它在今年还能有接近20%的高增速，而到了2027年，它的 EPS 增速也有15.8%，都要显著高于标普百约10%出头的平均增速。我们完全不用担心 MSFT 股票会持续低迷，完全可以在市价430美元附近开心的抄底微软。当然，在砸盘之后，机构还需要几周的时间，在低位持续震荡洗盘，才能和今天的 Meta 一样再度拉升微软的股价。我们必须保持耐心，等到 MSFT 在今年4到5月份下个财报开奖之际，才是微软阶段性上涨的下一个波段。请朋友们无需恐慌，也千万别低位割肉，坐稳扶好，等到夏天看着微软铁树花开，好不好？事实上，机构分析师对 MSFT 股价依然是相当的看好，有64位分析师给出了评级，高达95.3%的比例的分析师给出强烈买入或者买入，剩下的分析师都给出持有，没有一位分析师建议卖掉微软。在价格层面，机构最低的都给到了450美元的1年内目标价，比市价还高了3%以上，平均目标价居然给到了600美元以上，比市价高出40%，上涨的空间简直惊人。如果我们不在这个底部位置提前埋伏好微软，又如何享受现在 Meta 的高光时刻呢？对于查理的 CI 投资组合来说，因为我们不会往这个展示账户里额外投入1分钱，因此我们选择在29号只赢了10%仓位的 Meta 股票，把获得的资金用来抄底加仓了微软，以及建仓买入 MSFL 带2倍杠杆的微软股票 ETF。MSFL 的功能和美图秀秀 Meta 一模一样，都是用来低位放大七巨头股票收益的，风险性比较高。如果您是追求稳定回报的投资者，那么直接买 MSFT 正股就可以啦，不需要买 MSFL，因为它的波动性会翻倍。那现在微软的股票已经正式超越 Meta， 成为我们的第一大持仓，占比30%以上，平均买入价在449美元，坐稳扶好即可。那在查理的期权交易当中，我也是在平仓了 Meta 的看涨期权之后，买入了 MSFT 的 LeapCall 远期看涨期权。我的 MSFT 的行权价在430美元，到期日期为2027年1月15日，计划等到今年夏天再只赢微软的 call 获利了结，套现离场。好，聊完了我的前2大持仓股 Meta 和微软，我们最后看看特斯拉的财报表现。简单来说，特斯拉正处在从车企转型成实体化 AI 科技公司的阵痛转型期，它的年营收、电车交付量连续2年走低，但是它的新能源业务开始爆发，而且它对成本的控制非常的严格，这就让 TSLA 的盈利还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特斯拉的第4季度的营收达到了249亿美元，同比下降3%，调整后的 EPS 0.5美元，高于分析师此前预期的0.45美元。让投资者惊喜的是，它的毛利率总体上升到20.1%，是近2年的最高水平。汽车业务的毛利率改善至17.9%，汽车交付量为42万辆，比去年同期下降16%，全年累计交付量下滑8.6%。但是特斯拉的能源业务储能部署创下了14.2吉瓦的历史新高，全年装机量达到46.7吉瓦，是特斯拉公司利润的支柱。值得关注的是，马斯克最近宣布，特斯拉将逐步停产 Model S 和 Model X 这2款旗舰老车型，而且它的第3代人形机器人 Optimus Gen 3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正式亮相。以后将直接在原 S 和 X 生产线上批量制造机器人。此外，在 Robotaxi 无人出租车方面，特斯拉已经开始在德州的奥斯汀市移除 Robotaxi 的安全监督员，并计划在2026年全美7个市场推广。当然，因为 TSLA 的股价一直大幅跑在基本面的前面，我的 CI 投资系统目前对于它的股票依然是给出了持有观望的信号。如果 TSLA 股票在未来某个时刻因为突发情况下跌到390美元以下，查理会认真考虑要不要再度抄底建仓它的股票。我还是相当看好马斯克的未来科技，也期待着特斯拉能够早日突破500美元的里程碑。喜欢特斯拉的投资朋友们，请千万别骂我，查理绝对是特粉一枚，最近刚买了一辆 Model Y 家用，体验非常的 OK。那除了今天聊的3家巨头，其实本周其他股票的波动远没有那么大，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苹果、谷歌和亚马逊的财报表现吧。查理比较关注亚马逊的财报，因为 AMZN 也是 CI 投资组合的前几大持仓股。那至于美股大盘，标普500指数在周三1月28日上午历史上首次突破7000点的里程碑，从2024年11月首次突破6000点，到2026年1月底首次突破7000点，标普的上涨节奏明显加快了。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元的贬值还在持续。查理认为，虽然现在听起来很扯淡，但是接下来几个月标普其实还有上涨的空间。这是因为 CI 系统显示，华尔街的机构分析师在1月下旬又持续卖出了美股的部位，导致他们的持股比例又从1月中旬的94%下降到了现在的82%。散户投资者依然坚定的持有股票，仓位比例依然稳定在90%以上。那如果标普纳指有复苏的迹象，机构势必被迫再度买入美股，被动的推高标普500指数在7000点以上作业。当然，推升指数创高的原动力已经从美联储的降息悄悄地转变成了 AI 带动的科技生产效率的提升。这张图显示了美联储在2026年的预期降息路线。可以看到，市场预计我们至少需要等到今年的6月下旬，才能等到 FOMC 会议再度降息25个基点，而最终的降息可能发生在今年的10月底，联邦基准利率降低到3%到3.25%，差不多就不会再降了。那只有等到美联储迎来新的主席，叠加 AI 裁员潮导致通胀率显著的低于3%，美联储才可能真的把利率从3%下降到2%，甚至更低。总的来说，查理对于标普500和纳斯达克指数在接下来3到4个月的走势，还是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态度。然而，到了2026年的下半年，一旦谷歌、微软、Meta 等大科技对于 AI 的资本支出放缓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迎来了本轮大牛市真正的结尾。届时，标普500有不小的概率扭头向下，跌它个15%到20%，开启一段美股的熊市。当然，查理的 CI 投资系统一定会为大家提前预警，届时咱们再卖掉手中的股票部位，转移到超短债、黄金避险就好。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好，聊完了今天的主题，我们来看看截止到1月30日 CI 人工智能投资系统的最新仓位配置。我的 AI 系统会根据每天更新的金融数据，包括标普500指数的走势、美债殖利率的变化、全球央行的流动性、大宗资产价格的波动，来对美股、短债、黄金和比特币的持仓比例做出必要的调整，或者维持不变。目前 CI 投资系统依然把85%的资金放在美股指数和优质个股当中，把剩下15%的资金投资在比特币 ETF、IBIT 和 FBTC 上。那目前标普500、纳斯达克100以及科技板块指数都超过了 CI 系统给出的买点，我们不需要着急追高买入。但是在个股层面，系统推荐了3只可以在市价附近考虑入手的股票，分别是微软、Palantir 和甲骨文，他们的买点也以绿色数字标了出来，朋友们可以参考一下。此外，在加密货币领域，昨天传出了一个好消息。1月29日，川普政府在将美国打造成全球加密货币之都的进程中，迈出了多项关键的步伐。新任 SEC 主席 Paul Atkins 与 CFTC 主席 Michael Selick 举行了联合会议。Paul Atkins 提议设立创新豁免权，允许加密创业公司在特定条件下，无需遵守某些繁重的传统法规即可率先进入市场。此外，参议院农业委员会投票通过了数字商品中介法案，该法案正式赋予 CFTC 对数字商品，包括比特币、以太坊现货市场的监管权利。接下来是 CI 投资组合的最新持仓情况，可以看到，微软正式超越了 Meta，成为我们的第一重仓股票。虽然现在浮亏了3.7%，Meta 排在第2位，查理会持续持有 Meta 的部位，直到它突破$800，再考虑要不要继续止盈锁定超额收益。到了1月底，涨得最好的股票包括美图秀秀 Meta、波音、量子计算 ETF、QTUM、Meta 和亚马逊。期待着英伟达的股票能够早日突破$200，给会员朋友们带来惊喜。目前 CI 投资组合的前6大持仓分别是微软占比32.1%，Meta 占比21.3%，比特币 ETF IBIT 占比16.4%，亚马逊占比8.1%，标普500动量指数 SPMO 占比7.3%，和英伟达占比6.1%。和往常一样，
未来 CII 投资组合如果有新的持仓变化，我也会及时更新，请朋友们保持关注。如果您想在第一时间得到 CII 投资组合的讯息，可以加入查理斯木频道会员，您会获得实时更新的交易细节，不用等到下一个节目。此外 ，CII 会员还将收到查理斯木每日宏观经济展望以及频道内容独家抢先看的权利。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查理的个人观点不构成投资建议。您对微软股价的暴跌有什么看法？你会买 MSFT、Meta 还是 Tesla？ 请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如果我的节目对您的投资决策有帮助，请您多多帮忙点赞分享。查理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大力支持，我也会陪伴着各位穿越牛熊，在市场中成长。祝您周末愉快，财源广进。我们2月的节目再见。